如果您準備賣掉老的100-400，升級這支新的100-400 G Master 2代鏡頭，我覺得您先別着急。有幾個地方啊，我覺得在買之前您最好知道。上一代100-400呢，我是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这支新头，除了光学画質以外，還有那些重要的對焦、防抖的實際表現，設計上的槽點。持幣觀望的朋友呢，想看看它到底值不值。歡迎收看《采風攝影生活雜誌》，我是大馬毛本。光學素質。新的100-400貴在持續的這個光圈上，4.5的光圈在暗光環境，或者是說在提升快门速度的時候，確實是實用。在100毫米4.5那不叫事兒，但是400毫米4.5的光圈賣7000刀，我就覺得這鏡頭還挺值了。咱參考一下啊，尼康的那只400個達的這個定焦4.5的光圈還賣5000多刀呢。奧林巴斯4.5的光圈小1萬刀，4.5的背景虛化雖然沒有2.8那麼迷人，但是也比老的100-400 5.6要強很多。分享我一個自己個人偏門的觀點啊，就是說不能關注這個背景虛化，其實大光圈的前景虛化的作用也很重要。給你看一張圖，5.6的光圈，獅子身上那個籠子的光的痕跡就很明顯，但是4.5的光圈幾乎就可以被忽略掉了。在籠子這種怎麼也躲不過去的環境裡邊啊，這個前景虛化其實比背景奶化對於畫質的畫面的觀感影響更大。咱們回想一下，在自然界裡邊，我們有多少時候是需要透過什麼草木、樹枝、籠子來拍攝？大光圈是能有效的淨化這个前景的畫面的。变焦鏡頭的恆定光圈拍在這個視頻的時候呢，會持續性會好，不用說在一變焦的時候就得調快門速度，或者是調整這個 ND 鏡的這種麻煩。產品定位，長焦鏡頭，我覺得您可別買錯了，這東西會陪您很久。它是一支適合拍攝哺乳動物或者是大型鳥類的鏡頭，我覺得這是給它的結論。比如像狗、像鴨子、像鵝那麼大的物體，拍攝距離還有是物體在畫面裡邊這個構圖就非常的舒服。100-400拍攝這個個頭更大但是距離更遠的動物也比較適合，比如像自然環境裡邊4條腿的大象、獅子，或者運動場上2條腿的人。畫面呢可以說是非常的銳度非常棒，然後分辨率呢也是絲絲入扣，反差也非常漂亮。拍這種帶毛的帶紋的東西呢就會特別爽。如果你要是非用它來拍攝小鳥，我覺得400毫米你會覺得差了一口氣兒。臨時用使勁裁切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損失了太多的細節，你必須有一個高像素的相機，再加上一個1.4倍的增距鏡呢，我覺得可以擴展一點距離，我覺得可以上，但是1.4倍增距鏡就足夠了。裝上光圈以後收縮為6.3，光線明亮的时候呢，場景依然可以用，但是再長的2倍增距鏡我就不推薦了。具體原因您參考我之前做的一期詳細的節目。總之，2倍增距鏡帶來它的畫質的劣化，光圈驟減的 F9， 還有導致畫面顆粒和這個燈加抖動這個會更明顯。我覺得放大一點的畫面對於畫質的來說是得不償失。對焦確實是快了，但是這種快有點像什麼呢？像一個熟練的演奏家，讓他確實可以一下察覺到這個大師級的琴還有練習琴的區別。但是像我這個剛剛能把整個曲子拉下來的，我覺得音質聽起來就都差不多了。新鏡頭在理想環境下測試啊，然後您看同等條件下對焦速度的區別，您覺得如何？確實啊，會比老的100-400對焦動作稍稍利索了那麼一丟丟，但是在實際使用中，我覺得發現它對焦速度還要看它配套的機身是不是最新的款式、最強的性能。攝影師本人跟長焦鏡頭是不是可以人鏡合一？如果你只是指望升級一下鏡頭的新鏡頭能讓對焦表現一騎絕塵，那基本上可以打消這個念頭。你看啊。這個拍朋友的這隻邊牧快如閃電，走位完全無法預期。我用 A7R6 拍攝失焦的比例就高達20%左右。然後，但是你在非洲拍摄野生動物，用抓拍動物而生的 A93
拍海面上突出的這個什麼鯨魚、海豚啊，還是拍攝這玩耍的小獅子，都能穩定的對焦。我發現啊，现在對焦的表現更依賴機身，而不是鏡頭。其實啊，鏡頭的大光圈做得越大，光圈越大，景深就越淺，其實清晰範圍就縮小了，這对於相機判斷對焦位置啊和識別這個算法要求更高。想象一下啊，老機身配上新鏡頭，您拍上这張照片，张张对在狮子肩膀頭子上，您回去也要砸器材的。所以索雷瓦，如果您主打拍摄动物或者是拍摄运动，现在手里老的100、400準備更新的朋友，先看看您手里用的是什麼機身，做好連併機身一併升級的心理準備還有預算。如果把所有預算全砸在這支鏡頭上，我覺得未必結果會讓你們滿意。我覺得連馬帶鞍子一起換新的才是最正確的做法。防抖性能，我對防抖的升級是有期待的。老的100、400，我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防抖。我老覺得手持拍攝視頻的時候，那畫面晃得厲害。新鏡頭怎麼樣？先說一下結論啊，就是新的100、400防抖升級了，但是又沒升級。為什麼這麼說呢？它的平面照片拍攝的時候，它的防抖提升是巨大的。用400毫米端手持1/8秒，竟然照片還能看，您可信？这个确實有點厲害，但是給你看看不開防抖的時候，它就劇烈的晃動，你就知道了。之前的老的100、400呢，只有在1/30秒以上的快門速度才能有成功率。新的100、400把防抖升級2級，這不是吹的。但是在視頻拍攝的觀感上，該晃的還是晃，該這個不穩的還是不穩。怎麼說呢？新鏡頭是穩定有餘，但是平滑不足，不能太指望我上的新的防抖會讓手持拍攝視頻能夠拍着穩定的特寫。補充一下啊，防抖表現也是要看機身的。像新的100、400放在 A7R6 上，再打開擴展動態防抖，拍攝視頻比我老的 A7S3還是會覺得平滑了不少。接下來幾個旅行攝影的目的地，這都是施展這支新的100、400的好的目的地。明年8月份的肯尼亞角馬大遷徙，還有明年1月份南极半島的企鵝的育雛季，還有27年6月份加拉帕克斯看軍艦鳥，納米比亞的劍羚，博茨瓦納的奧卡萬戈三角洲的野生動物。您不想帶着新升級的設備過來試一下嗎？這個一路上手把手教會您攝影技巧。整個行程的路線正在火熱報名中，想參加的朋友，咱們看下邊的詳細報名信息。現在啊，長焦鏡頭的防抖是越做越強，你說是不是啊？但是呢，實際拍攝照片中，照片發虛，我發現90%是因為主體的運動，哪怕是緩慢的運動，在長焦鏡頭裡邊看的也會很明顯。所以呢，1/5秒依然是長焦鏡頭拍動物的安全快門速度。說回開頭啊，所以這個4.5的大光圈對於提升照片的快門速度、拍照片的這個成功率還是有很大意義的。濾鏡系統增加了定焦鏡頭它所有的這個 drop-in 的這個濾鏡，方便是方便的，但是真是貴呀！原產的 CPL 賣7000刀，一片玻璃就頂上一張鏡頭的這個價錢了。我的替代方案使用是 Nisi 的這個磁吸的濾鏡套裝，剛剛好可以裝上，又不影響原來的這個遮光罩。新的100、400前口徑是95，和我常用的這個50、150的前口徑是一模一樣的。所以呢，我在這兩個鏡頭上各放了一個磁吸的適配器，到時候想用哪個鏡片，磁吸裝上就可以切換了。濾鏡對於長焦鏡頭呢，它是一個加分項。你看啊，拍攝水鳥用偏振鏡消除畫面裡邊一個偏振光，還要讓風光和動物在畫面裡邊這種題材的這個拍攝的時候，它顏色更純粹。在旅行拍攝中呢，拍攝視頻加上 Nisi 1/5檔的這個可變 ND 濾鏡，用來控制快門速度，在可用範圍之內，這是非常實用了。但是這個呢，裡邊有個小缺陷，就是100、400根本沒有設計濾鏡這個用來旋轉那個側開的小窗，所以你在調整時候不太方便。但是好在新的遮光罩呢很容易取下，所以呢建議第三方的機構誰給設計一個帶有這個操作窗的這個遮光罩，絕對是有需求，這是大有商機的。重量和體積，這個重量和體積怎麼說呢？我覺得索尼根本就沒打算照顧這種偶爾擁有長焦的用戶，不像上一代100、400。
這個用體積換性能，哇！不過啊，我覺得它盡可能優化了一個重量，重量只有1800克，比起那个200、600甚至還要再輕一點，而且呢重心還挺合理。這個鏡頭的 L 支架雖然大，但是拎起來呢也比之前那個100、400拎着更舒服。但是，一般攝影包肯定是放不下了，市場上多數的攝影包也沒法把機身跟鏡頭一起來攜帶。專業的野生動物攝影師呢，可能是因為它的性能而可以接受它的體積，但如果您只是那種萬一路上有動物可拍呢，或者是說我需要一個長焦拍風光的，我覺得您慎重。其實啊，這麼來看，老的100、400依然對您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操作與設計，對焦環、變焦環我還得攝影一下，這個巨大的變焦環啊。直覺上你會覺得讓變焦操作的很容易，但實際上操作來說，我覺得啊，這個變焦的阻尼段位有點緊，2個手指的擰的啊，我覺得有點費勁。但是如果你要是4個手指的全上呢，它轉動的行程有點長。從100變到400，我基本上不可能一把變到頭，我得變重心。這個變焦的設計，如果您拍照片沒毛病，但是明顯它是不是給這個優化視頻來設計的？新的100、400鏡頭前面有自定義的這個按鍵，還有這個轉環，一定要好好利用，它能讓您的拍攝事半功倍。我把它自定為電子對焦，然後在鏡頭迷失焦點的時候手動輔助。然後按鍵呢，在拍攝動物你可以調整為 APS-C 和全畫幅的切換，在拍攝體育的時候呢，可以切換為跟蹤對焦點。非常方便，參考我之前說的人鏡合一才是提升對焦性能和使用變焦鏡頭的一個根本。總結，我覺得老的100、400我使用了憋了整整8年，新的100、400呢，從形態到這個價格，並不是老鏡頭的升級，那就是一個全新的產品啊！果然啊，我就是在發這期鏡頭的節目的時候，索尼呢要發布了一個猴版的100、400，這麼一看呢，老版的100、400 G Master 依然可以保留，我覺得它有不可替代的這個位置。去年呢，給孩子買的400毫米2.8啊，能拍攝的題材確實有限，而且體積過大，孩子不喜歡，所以我就出掉了。而今年呢，這支100、400目測呢，是我們全家都喜歡，估計呢會像我上一支用了整整8年的老的100、400一樣，我會帶着它走遍世界，至少呢，我覺得會經歷一個完整的生命週期。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100、400寶貝鏡頭的使用經驗。感謝收看本期的節目，我是大馬毛本，咱們下期再見。